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车轩室，我是轩轩。初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人生中第一次心动的感觉。确实，我们今天要试驾的这台哈弗初恋，它的定位呢，就是给年轻人开的第一台车，起价不到8万块钱，最高的价格也只有11万多一点。这个价格，你心动了吗？它是继哈弗 H6 还有大狗之后，长城的柠檬平台推出的第3款全新车型，并且呢，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外观上是一个趋近于跨界车的车型，身材也要更加紧凑一些。从外观上你可以看到它跟 H6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首先来看到它的大灯，那官方在这儿给它的大灯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动情之泪。我猜想也或许是跟初恋有什么关系吧。那再来看到这个中网的设计，我觉得它这儿的这个设计就很像蜂巢里面的蜜糖一样，甜蜜而美好，而且这个之中呢也不乏一些动感。并且我们今天拿到这台车，它呢是一个天空蓝的颜色，同时它还有包括天空蓝在内的6种颜色可以让你去选择。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颜色配置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因为其实有些颜色在当今的市面上来说还是不太常见的。那至于它到底好不好看，我就不下结论了，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作为一款跨界车，它的轴距呢达到了2.7米，并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线条的搭配，还有它18英寸的轮圈。这样会让它整个车身侧面看起来非常的和谐，后面的设计跟前脸有一种首尾呼应的感觉，都特别的浪漫。毕竟初恋总是甜甜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后备箱。打开之后，你可以看到空间表现还算是比较 OK， 中规中矩的。而且当它后排的座椅放倒之后，它后边也是能形成一个比较平整的空间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地台。然后我们再打开。可以看到下边是有这个备胎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储物格，所以我觉得后排的表现还是不错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去车里看一下，预告一下，内饰真的超级好看，没有任何的疑问。走吧，上车。进车里，我真的觉得它的这个内饰设计不像是这个价位的车。首先，它一共有4种配置：大1版、大2版、大3版和大4版。我们今天拿到这台车呢，它是一个大4版的版本。我会觉得它的内饰设计，尤其是跟同级别的车相比，真的是太能打了。起码我觉得我会给它一个很高的分数。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一眼看上去，你不会觉得它有更多余的设计，这些接缝的做工啊，你不管是摸上去还是看上去，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，跟现在的很多大多数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极简主义的风格非常的吻合。那再有一点就是它的配置也真的是特别的丰富，比如说像这个全景天窗、无钥匙启动，还有 L2驾驶辅助，就是这些点你能想到的、你想不到的点，它全部都有。中控屏呢是一个12.3英寸的，而且它的清晰度非常不错。你可以看到它的 UI 这些界面都是非常清晰、比较灵敏的。然后我觉得在这儿是有一个小缺点的，就是你看它这一块触控的区域，其实它设计在这儿呢是防误触的，但是因为它是触控的，它不是实体的按键，所以说你在操作上面这块屏的时候，你就会有误触到它的一些风险。第二点就是它这么多功能的按键，但是它居然是没有调这个温度大小的，它在这儿只能够调它空调的一个开关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风量的大小，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点上还是不太方便。再有就是它的储存空间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我觉得这个车里面它放手机的地方特别的多，而且它还有无线充电。你看我现在把手机放上去，正在充电。对，然后它就会给你提示一下，就是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已经充上电了。那这个好处呢，就是说你不用专门的再去看它到底有没有充上电。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。再来看到它的杯架，然后还有扶手箱的空间也都是中规中矩。还有主驾前方这儿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放下一个1.25升的这种大瓶可乐，而且它放进去呢也是刚刚卡在这里。然后再有就是说一下它的这个人机交互吧，我觉得它还是不太灵敏，因为就是我经常在跟副驾的人有时候说话呀什么的，他就会莫名其妙的听错我说的话，所以我觉得也算是识别的不太精准吧。还有一个比较贴心的地方，就是你看它副驾前方有一个小挂钩，
其实你知道，现在就是大多数人他早上都没有时间做饭嘛，然后呢，你买了早餐之后，你就可以挂在这儿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非常的人性化。再有就是有一个优点，我发现这台车居然有 HUD， 而且它的这个 HUD 呢，它是多功能的彩色的 HUD， 上面也会显示一些你的车速，然后包括导航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低头看这些信息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居然有 HUD， 真的是太良心了。再有就是它的科技感做的也非常不错。第一点就是它可以支持人脸识别，还有声纹、指纹的这个识别。那你可以通过连接手机，这样它就可以识别到你的面部，还有你的声音，还有指纹，这样去解锁。而且它最多是可以支持6个 ID 的储存。如果说你的这个人的不同，他的驾驶习惯不同，它也能够给出不同的关怀。再有一个就是它这里有一个情绪识别的一个功能，不管你这会儿是开心还是难过，它都会有一个提醒。就比如说你这会儿要是比较开心，然后它就会跟你说，哎呀，看你心情不错，要不要给你放首歌什么的。但如果要是监测到你这儿就是可能情绪比较沮丧，或者说比较分心，然后它就会给你提示说什么这个要好好开车呀啥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提高它的驾驶者的一个安全吧。而且呢，它还会根据你的不同习惯，然后来监测到你是否要加班，并且它会在你加班的这个过程中呢，给到你一些关怀。总之，就是我觉得所有这些人性化的特点，也算是他想要讨好年轻人的一种方式吧。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是渴望被关注的，被这个关心的。那如果说一台车很像你的家人或者说朋友一样，给到你这些关心，给到你这些关注的话，至少我会觉得是被关心到了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现在是数码和科技的时代，而我们都是数码宝贝，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长城想要把这点做得更好，更懂我们吧。来到后排，空间表现我就不具体的给你划拉了，你可以根据我的身高作为一个参考，直观的看到我坐这儿还是比较宽敞的。而且它在头部的地方，它为了更加的宽敞，它还预留向上有一个位置，所以说就会让空间显得更加的宽敞。再有一个就是我真的要夸一下这个地台，就是全屏的地台，你有什么理由说它不好呢？那即便我现在把扶手箱放上去，然后坐到中间来，也依然不会觉得拥挤，所以我觉得后排的这个空间表现真的非常的不错。而且它其实后面你看，像这个空调的出风口，包括 USB 的插口也都是齐全的，所以说它在功能上还是比较丰富的。然后现在咱们去开车。动力方面，它的最大功率是150千瓦，最大扭矩220牛米。其实这个数字听上去比较中规中矩，但是它 1.5T 的发动机加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，就会让它开起来的时候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。其实也确实是因为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嘛，所以说你在刚开始在起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顿挫感的，在给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跟脚，加速就会有些延迟，但只要你的速度上来了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顺畅的，你日常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其实如果说你要追求那种倍儿清爽、倍儿利落的感觉，它其实还是比较难实现的。驾驶辅助表现算是它的优点之一。首先，它搭载 L2级自动驾驶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台车上的驾驶辅助功能就是多到你都不敢相信，它居然是一台10万元左右的车。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是跟它的这个车型定位是有关系的，因为初恋这台车的定位本来就是给年轻人开的第一台车。那很多新手朋友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如果有这些驾驶辅助的功能，就会觉得要放心得多。而且这台车呢，它不仅有刹车辅助，然后还有一些偏离辅助，并且还有 Auto Hold 等等这些。但其实我个人建议哈，如果说你在一些短途的这个驾驶过程中，你可以把它这个偏离预警给它关了，因为它会一直不断的就是纠正你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摆正你的方向盘呀什么的，就一直在干预你。我觉得时间久了会有点烦，但是有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实用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项还是看个人的感受吧。
初恋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小鹿乱撞，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情窦初开。所以哈弗的这款车呢，它的定位就是给年轻人开的第一台车。如果你要问我这台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，那我会告诉你，如果说你的预算在10万块钱左右，并且你是一个颜控，你又特别喜欢科技感很强的车，那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台初恋。那在节目的最后，不知道今天的这台初恋有没有让你一见倾心，有没有让你一见钟情？但不管怎么样，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